启禀汉王，右翼关守将杨选率部顽抗，我军9攻不下，损失惨重。诸位同仁，大家都是华佗弟子，扁鹊门生，谁不知道饮酒不节，过量伤身的道理？可今天老夫心里非常高兴啊，咱们就喝他个不醉不归。对对对，张太医说的对，有道是啊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叫金樽空对月。咱们干，干，咱们干他个300杯，300杯。大人，太白楼情况已经查明，凶犯手法利索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哦，据张太医的家人说，自从他升任太医之后，就招引了不少人的记恨，此案或许是仇家所为。不对吧？若是仇家所为，何必将在场的中原名医全部赶尽杀绝？大人说的有理。现在问题是，凶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今之计，只有抓到凶手，才能问个明白。传令下去，封锁城门，全城搜捕。另外，用飞鸽传书，命令各地卫所配合调查。
干嘛没事3天2头的往你这儿飞啊？我这不是给咱们训练彪哥吗？哎，掌柜的，我看这鸽子倒挺肥的，干脆拔了毛烤着吃吧。就是。好啊，就怕有人舍不得。哎，怎么舍不得啊？有什么舍不得啊？哎，快给我！小气鬼！是你杀气太重，把他吓跑了。我杀气重。行啊，王长兴，你现在也会说笑话了。哎，掌柜的，前面就是沙湖口，穿过去就离右玉关不远了。大家都给我精神点儿，咱这趟镖可是冀鲁两省的百姓募集给前线将士的粮草，万一有什么差池，咱可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啊！等等。撤！保护粮食！报信！掌柜的，达子的火箭怎么全灭了？还不都是他的主意，在粮垛上糊上了一层厚厚的泥灰，火箭射上来也没有用。我怕他们放火烧粮食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。王兆兴啊，可真有你的！上！摆阵！是杨家军，快撤！众位镖头，受惊了。请问哪位是谷掌柜？我就是。怎么了？不放心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谷掌柜别误会，在下绝无冒犯之意。敢问将军尊姓大名？在下司马任，特奉杨总兵之命前来接应。
小马，咱跟着掌柜的走南闯北，也算见过些世面了。啥时候受过这等礼遇啊？啊？废话，你没看见吗？老百姓的脸都饿绿了。咱们可是他们的大救星。这话不假。哎，瞧见没？哎呀，这玩意儿都饿死了，人也都差不多了吧？啊？你脏不脏？赶紧扔了！你不就属耗子吗？还怕它脏啊？快扔了吧你！军营里已经断粮3天了，你们要再不来，右玉关恐怕就保不住了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是吗？我还真没看出来啊。嘿，你呀，就是个胆小鬼。杨总兵果然带兵有方，大家饿了3天，军容还能如此齐整。总兵大人早有将令，就算再饿，也不能在百姓面前表露出来，否则民心浮动，敌军便有戏可乘啊。大汗，请。好，哈哈哈！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，大汗！嘿，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大汗容禀，小的们去烧明军粮草，差一点就得手了，可突然杀出一波杨家军，所以你就像狗一样逃了回来，是吧？莫想不敢，莫想不敢！混蛋！哼！草原上的勇士，宁做战死的狼，也不做偷生的狗。来呀，拖出去，鞭打3时！大汗饶命！大汗饶命！大汗饶命呐！叔父息怒，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动气。小事？右玉关久攻不下，如今杨家军又得了粮草，我们还如何能够取胜？这有何难？攻取右玉关，不过是探囊取物罢了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暂时还不便多说，不过侄儿向您保证，2日之内不费一兵一卒，我们大汗的旗帜一定会飘扬在右玉关的城楼之上。莫非杨家军打开城门欢迎我们不成？麻雀只能看到草窠中的小虫，雄鹰却可以望见天边的羊群。2日之后，咱们就有结果了。顾掌柜，各位镖头，你们远道而来，为我军雪中送炭，可杨某却拿不出一桌像样的酒席来款待各位，心中着实过意不去啊。杨大人，这说哪里话？杨家军在边关浴血奋战，忠心报国，我们打心眼里佩服，能出点微薄之力，那都是应该的。杨大人军纪严明，忍饥挨饿也与百姓秋毫无犯，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啊。说得对，就冲杨家军个个都是英雄好汉，我们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呀。哎，杨将军，俺大妞还有个小小的请求。壮士请讲。这豆能不能再多来几盘啊？我说大牛，你太没出息了。嗨，我就爱吃这口嘛。将军，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问。只管讲来。你们坚守右玉关已经1个多月，这朝廷怎么还没派援兵呢？朝廷的事你们不了解。如今是宠臣揽权，国运难昌啊。像我杨某，戎马一生，身经百战，到头来，命运却掌握在那个不知打仗为何物的严相手里。难道决定战争胜败，不是在战场之下，而是在庙堂之上？不对，决定成败的应该是民心，是咱老百姓。杨大人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老百姓都站在你这边。有各位一席话，杨某死而无憾。将军，启禀将军，
达子又往城里扔东西了。别急，离远点，后退，后退，离远点，后退，往后退，不要往前。往后退，这是何物？往后点，往后，离远点。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也没弄明白。藩军近2日虽然没有再攻城，却接二连三往城里抛掷死尸，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。之前扔进来的那些尸体在哪里？都放在殓房集中处理。将军，我要马上检查那些尸体。糟糕，大事不好！我虽然不是什么妙手回春的神医，但是因为常年走镖在外，也粗通一些医书掌故。刚才殓房里的情形，正对应了医书中的一句话：“属先毙，人触其气，咸死斑，逐成为医。”哎，掌柜的，你就别转医文了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，眼下城中出现大批死鼠，接下来就会怎样？爆发死斑病。死斑病又叫黑斑断魂瘟，不但能致人于死命，而且蔓延速度极快。1传10，10传100，很快就会泛滥成大疫。而带来这场瘟疫的，就是那些番贼扔进来的尸体。没错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所有扔进来的尸体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黑斑，而这个正是感染死斑病的症状。单凭这几具尸体就判定会有大疫爆发，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？这种话如果传了出去，扰乱了军心民心，责任谁担？我相信谷掌柜说的话。大家仔细的想一想，这2天番贼为什么停止进攻了？他们又扔了那么多尸体进来，目的何在？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城中又出现了大量死鼠。这件事情绝对有蹊跷，不得不让人多加猜想。这里是战场，容不得猜想。是不是死斑病？找个郎中来一问便知。按照道理来说，城中有大疫前兆，这军中郎中应该来报告的。我们随军郎中呢，怎么没见到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就在番贼往城里扔尸体的前一天，张王2个郎中突然失踪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那天我想找郎中抓紧服药，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。第2天就有尸体扔了进来，我收拾完尸体又去找他们，可还是找不到他们。我还以为他们临阵脱逃了。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巧合。随军郎中的失踪，丢掷进来的尸体，这一切都应该是番贼的阴谋。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司马任，速去将100里之内的所有郎中全部找来，一应不测。遵命。报！大人，现已查明太白楼一案全部死者的身份。经查对后发现，张太医请柬的名单上只有1人没来赴宴。哦，他是什么人？此人叫焦成，是张太医的师弟，据说医术高超，能妙手回春。他恐怕是目前京城里唯一活着的一位名医了。传令，火速找到焦成，严加保护。您慢走，切记按时服药。等等，
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水井的安全，不然疫情会散布得更快。司马任，派一人把守水井，任何人不得随便靠近。遵命，将军。将军，军中士兵病倒了很多，老百姓也病倒了很多。你们俩去那边看看。好。哎，等等，快放下来！病者发热、唇焦、舌黑，这些都符合死斑病的症状。有什么办法救治吗？我只知道用黑豆2钱、甘草3钱煎制的黑豆汤有预防效果，但至于救命的良方，我真的一无所知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掌柜的，快来看，在这儿呢。你看，这黑斑跟番贼扔进来的尸体一样症状，这些也是。你来一下。杨将军有令，火速传令全军，任何人对城内疫情不得有丝毫显露，切不可使番军知道城内情况。遵命。情况怎么样？比想象的还要糟。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会更可怕。医书上有一句关于死斑病的记载，令人不寒而栗：死黑斑，黑死斑，出斑不一日，人死如其毒。可恶！番贼真是丧尽天良，攻不下右玉关，竟想出这种毒计来屠城。出斑不一日，人死如其毒。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出斑的？差不多1个时辰以前，也就是午时。现在是午时初刻，而午时在这里，我们满打满算也就只剩下不到12个时辰了。超过这个时辰，慢说病患无法救治，恐怕连右玉关也要成为一座死城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治病救人呢！不是不救，是没办法救。没办法救？你那些医书上就没有医治的药方吗？关于死斑病，医书上只记载了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把病人集中隔离，然后围绕隔离区掘地3尺，形成沟渠，在里面灌上石灰水，让区内病患自生自灭。100日之后，疫情自会消散。自生自灭，这绝对不行！又与关军民齐心，生死与共，在这等紧要关头，我们更不能抛下他们不管。将军，设立隔离区，最起码可以延缓病情传染，而且可以便于集中救治。也好，就在军营西侧设立隔离区，城内所有患者集中于此，统一救治。顾掌柜，你看还有何补充？隔离区内必须确保无鼠无藻，另外，城中的尸体和死鼠也应该当即焚毁，猫狗等牲畜都不能留，务必全部捕杀。顾掌柜，这猫狗的事情能否暂缓一下？我们现在人手吃紧呢。不可以。跳蚤是最防不胜防的传染之源，它们随猫狗等牲畜到处传播，其害绝不亚于尸体和死鼠，所以我们要设法配药，全城灭蚤。顾掌柜所言极是啊，速去照办。是，启禀将军，郎中找来了。老人家，一路辛苦了。城内的情况你了解了？了解了，刚去了军营看了一遭。哦，可有医治的法子？哎呀，难呐！这次的死斑病不是一般的瘟疫呀，一旦爆发，势不可挡啊！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哎，我等平庸之辈，束手无策呀。
不过我听说，中原有几位名医，他们手上有医治死斑病的秘方。真的？他们是谁？一位是松鹤堂的魏子斌，一位是百安堂的焦成，另一位便是当朝的张太医。将军，这几个人现在都在京城，如果我们飞鸽传书向朝廷求援，应该还来得及。言之有理。右御官敌众我寡，军情紧急，杨玄再三奏请朝廷增派援兵，为什么迟迟不予批准？朝廷兵力要酌情调配，派兵之事嘛，也得有个轻重缓急呀。眼下南方倭寇扰境，也急需用兵啊。是啊。轻重缓急，右御官现在的情况就是重，就是急。南方虽有倭寇，但皆是散兵游勇，不成气候。而番贼大军骁勇善战，装备精良，对右御官志在必得。倘若右御官失陷，中原便无险可守，大明朝就危在旦夕了。信口雌黄！右御官的军情，无非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夸大了。如果现在从其他重镇抽调兵马，只怕敌人会声东击西，必失击虚。严相不肯派兵给杨玄，想必皆是因为杨玄并非严党一派吧？把守边关是杨玄分内之事，一旦边关失守，严相就能借此兴师问罪，打击异己。徐阶，你口出狂言，诋毁本相，用心何在呀？哼！哎，大人，是有右御官的军情来报吗？正是。严相在此，哪轮得上你先看奏折呀？真是天助我也！看来朝廷用不着给右御官派兵了。如果真如奏折所说，疫情爆发，那右御官岂不是保不住啦？是啊，如果右御官真的成为死城，我们不敢靠近，外藩更是不想靠近。如此看来，右御官就成了一座天然的屏障，就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。严嵩，你身为当朝宰相，位极人臣，理当爱民如子，怎可以置边关将士和黎民百姓的性命于不顾？嗨，你不是也看了奏折所言吗？12个时辰之内疫情爆发，这时候派什么兵啊？派多少人就等于死多少人。可奏折明明说，京城有3位名医精通治疫之法，只要派他们去，就可以控制疫情，扭转乾坤呐！哼！徐大人，你的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？张太医和魏子斌都已经死于非命，焦成也下落不明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不仅是无兵可派，更是无医能派。
报告将军，右玉关城防依旧，并没有疫情爆发的情况。城防依旧？不可能！是小人亲眼所见，守城明军岗哨整齐，精神抖擞，但城里常常冒出青烟。哼！起来！是。这说明死斑病已经开始蔓延了。杨家军正屁滚尿流地焚烧尸体。哼！你们刚才看到的巡城士兵，是掩人耳目的小把戏。我估计，再过不到10个时辰，杨家军里就别想再有一个能站着的人。是。叔父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侄儿这里有上好的马奶酒。我不是来找你喝酒的，我问你，右玉关的死斑病是怎么回事？您先里边坐。你别糊弄我，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侄儿就实言相告。前不久，大漠北边的达卡部落爆发了一场死斑病。侄儿看这是难得的好机会，所以就秘密派人把尸体给运来了。难得的好机会，我看你是被魔鬼迷住了心窍。你立功心切也好，心狠手辣也罢，但你不能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。卑鄙！韩王，此话严重了吧？想当年，先帝挥鞭西征，太子爷在攻打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之时，就曾用过鼠疫屠城的战法。相比之下，侄儿这是小巫见大巫啊！您说侄儿卑鄙，这岂不也是辱骂了列祖列宗？可是你这样做会遭天下人唾弃的。哼，遭天下人唾弃，做大事就不能拘于小节。叔父，您难道还要在乎那些汉人的虚名吗？也罢，好，且不说这些。我问你，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右玉关爆发了致命的死斑病，那么我们岂不是也不能通过右玉关直捣中原了？你想出这样的攻城策略，会不会愚不可及呀？啊？叔父大人，您觉得侄儿有这么傻吗？质疑秘方呢？哎，事先说好的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我可是按照约定没去太白楼。我希望你们也能信守诺言。要知道，我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。哼，中原人多欺诈之徒，如果你敢跟我耍什么心眼儿，当心你脑袋！杨将军，城内的防疫措施已经布置妥当，黑豆汤已煮好，下发给大家了，希望能起些作用。但愿如此。朝廷那边有没有消息啊？音信皆无啊！奶奶的，这帮狗官，一个也指望不上。不管他们了，我们赶紧商量应对之策。来人，拿地图。是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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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。
这是朝廷的飞鸽回函，3位有秘方的名医，2位被杀，1位失踪。这些都是番贼预先计划好的阴谋，让我们无力阻止疫情的爆发。死斑病不只是一种战法，一种手段，它更是一种恐怖的威慑。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入驻中原，那么首先就应该击垮大明的反抗意识。那些番贼企图剑指中原，他们想通过死斑病消灭我们的军队，击垮我们的反抗意志。如果他们真的握有死斑病这样的武器，哪还有哪支明军还会反抗？哪个关口还敢死守？到时候明朝皇帝老儿一定会吓破胆，只能乖乖地向我们投降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也没有解决关键性的问题。你用了死斑病，消灭了右玉关的守敌，但是我们的军队也不能进入右玉关，更别说长驱直入了。但是这些番贼如果要使用死斑病，他们一定知道这个疫情的可怕。这些番贼如果真的想要挺进中原，入驻北京，首先一定要保证他们军队的安全。所以，我相信他们在投放死斑病的同时，一定拥有治疗的方法。你已经掌握了医治死斑病的方子。不错，今儿早有安排。王镖头说的极是，如此看来，番贼手里一定有治疫良方。切，你说有就有啊？那不过是你的看法而已。我觉得王兆兴说的没错。可万一情况不像他说的那样怎么办啊？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想立刻潜入番兵大营，查探一下是不是有治疫的方法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潜入敌营太危险了，我一个人行动方便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能。不行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不就是武功好吗？对我凶什么凶啊？掌柜的，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。现在，城里更需要你。不用送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放心吧。很多病人呼吸困难，黑豆汤喂不进去。黑豆汤也只能缓解病人的痛苦，不能根治病情。哎，掌柜的，他们的黑斑又加深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死斑的颜色在加深，说明患者的病情也在加重。哎呦，哎呀，奶奶的，这还有陷阱啊！
哎呦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司马将军，请进，请进。你家院墙外挖了一条小沟，里面还撒上了石灰。这种防疫方法很特别啊。啊，这位军爷，我家相公一直都想参军报国的，可他身体不好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不是来征兵的，来看一下城里的疫情。我们看见你家的防疫方法与众不同，所以想进来请教一下。哦，我家祖上行过医，虽说到我这辈儿不再做这行了，但我还是略通防病之法。院墙外挖坑填生石灰，可以杀死隔绝跳蚤。这种办法不错，值得推广。你身上这身皮子麝香味儿好浓啊，莫非这也是防疫的方法？这也是祖上的法子。皮子浸过麝香12个时辰之后，不但防鼠咬，传播病毒的跳蚤也不敢近身。这2个办法都不错，值得普及一下。司马将军，军中可有麝香啊？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把皮衣浸泡上麝香。对了，要12个时辰是吧？对对。那我还有个问题，要是多年前浸泡过的皮子还能用吗？不行，是要现泡的。那就怪了，城中爆发疫情不过才3、4个时辰之前的事，而你的皮装却已经泡过12个时辰了。莫非你早就知道城中要爆发死斑病？找我了！出什么事了？看，起火了，要不要去帮忙？不可，你们的任务是寸步不离的在此守护药方，随我来。是。医官，这药方这么重要啊，您当个宝贝似的。你懂什么？我军不日即将进入右玉关了，这药方事关重大。王彪都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方子拿到了。嘿，兄弟，我大牛这次服了你了。快看看。怎么了？这不是治病的药方。什么？这些只是用来预防的方子而已，主料还是黑豆跟甘草，无非是多加了阿胶、地参等几味中草药，增强了滋补功效而已，并不是真正的药方。哎，王正兴啊，王正兴，我大牛算是看错你了。我就说嘛，这方子哪儿那么容易就被偷啊？大牛，别这么说，我说错了啊。喂，你站住！你要干什么去啊？你别管。刚才的事你别放在心上，你都已经尽力了。况且你也不知道番邦那边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药方。不对，他们敢用死斑病，肯定有治疗的方法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再回去，我一定要把药方拿回来。我不能让你再回去了。放手！我不放，不放，我就是不放！我不能让你走。这都走。掌柜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傻木头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？可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啊！你这个人是不是铁石心肠啊？你说，我们能逃过这一劫吗？
不是逃，是闯。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再大的关口我们都能闯过去。一定有办法闯过去。哦，对了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抓到了一个藩邦奸细。真的？审的怎么样了？顾掌柜，这个混蛋还真是个硬头，什么都没说。我们出去。走。哼，换人了。哼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你别紧张，我只是想看看这件皮衣能不能治好我的黑斑。别！我什么都说，我什么都说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潜伏城中打探情报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我刚刚接到上头的指令，命我于酉时出客，在通往洛阳坪的道路上负责侦查，如果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，马上发报警信号。洛阳坪有什么情况？上头没说。那你知不知道治疗黑斑病的秘方？不，真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？真有你的，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。王兆兴，幸亏你不是奸诈小人，不然我们被你卖了都不知道啊！你们就别再取笑我了。虽然说没有套出药方，但是至少知道今天在洛阳坪肯定有大事要发生。现在距离酉时出客还不足半个时辰了，我们一定要火速赶往洛阳坪。阿巴太都督，末将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很好，名医教程已经带到。死斑病的方子我带来了，我要的东西是不是？我还不知道你的药方是不是真的管用。来人！用你们中原人的话说，这就先小人后君子。你先治好这个病人，再谈其他的。哼，好，请。不出2个时辰，此人必能康复。现在是不是该谈点别的了？来人！啊！我们说话算话。这就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你能把这个方子卖给我们，转手也能卖给明军。只有死人，才不会泄露秘密。我今天要让这个方子在中原彻底消失。抬走。是是。哎，掌柜的，等等，别轻举妄动，按我说的去做，快！好。站住！掌柜的，站住！反贼，别走！杀！
救兵来了！快撤！快！追上！哎，别追了！快撤！药方还在他那儿。王兆兴，掌柜的，王兆兴替你挡了一剑。傻木头，你真是傻到家了。傻人有傻福吗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援兵呢？援你个头啊！我是用王兆兴的法子把范贼吓跑的。我没事，快去看看那郎中怎么样了。听着，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，就告诉我质疑的药方。当今世上还有一个人知道药方。谁？他是谁？他就是我师父天华药师。他在凤鸣山。只剩不到7个时辰了，你们都别管我，赶快到凤鸣山去找天华药师吧。不行，这里荒山野岭的，万一你被狼吃了怎么办？狼算什么？我武功这么好。海嘴印，伤得这么重。掌柜的，不能再耽误了，赶快动身吧。我没事，再不走，恐怕情况有变。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，我们先送你回城，再赶去凤鸣山。没时间了。你平常不是老说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，怎么到现在婆婆妈妈了？算我王兆兴看走了眼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巾帼英雄，没想到也难逃妇人之仁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没拿到药方，就别回来见我。一路平安。大人，经属下全力查找，我们发现焦成和张太医师出同门，他们的师傅正是天华药师。不对呀，天华药师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这样的，大人，天华药师并没有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经死了，而是正在风鸣山闭关炼丹。那好，大人，我现在就去风鸣山，去找天华药师。
师傅，门外有个锦衣卫求见。好。药师，药师，中原突发一场死斑病，朝廷想恭请药师出山相助，救民于水火。我已隐居修行多年，可是此次疫情严重，世间郎中皆是束手无策。如果药师不方便出山，可有嫡传弟子前去相帮？我一生只收了2个徒弟，一个在大内当太医，一个也在京城开药堂。关于死斑病的治疗秘方，只需向他们一问便知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人知道这治医秘方了吗？你来自朝廷，难道张太医他没有照方救治啊？掌柜的，还是温的。我们来晚了一步。奶奶的，药师的东西全毁了！这帮犯贼简直就是一群畜生！要是早听王兆兴的话就好了。我真是该死！如果你没拿到药方，就别回来见我。大牛，快点火把！找到了，死斑病的药方就在这儿。秘方不对吗？这些该死的中原人！秘方是没有问题，但只有秘方是远远不够的。阿巴台，你马上带领杀手团出发。是。怎么搞的？掌柜的在那儿琢磨那么长时间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呀，你小声点儿，掌柜的都看不懂，难道你就看得懂？哎，也不知道王兆兴现在怎么样了。掌柜的，怎么样？药方已经抄好了。这个药方共由药引、主药、辅药等38味草药组成。这么多呀！这还不是最要命的。那是什么？这个药方的药引子是一种名为龙柏叶的稀世药材，边关一带只有一个地方才有。什么地方？龙柏山。龙柏。大牛，你带着药方跟小马回山洞找王兆兴会合。那你呢？我要去龙柏山。那怎么行？要去大家一起去。就是。听我说，龙柏叶必须要拿到，但是万一要有什么差池，我们连秘方都送不回去，所以我们必须兵分两路。你一个人怎么行啊？谁说我不行？告诉王兆兴，如果我拿不到龙柏叶，我就不回去见他。哎呀，掌柜的，那小子说的话你怎么能信呢？哎，要不这样，小马，你先回去，我跟掌柜的一起去。不行，我也和掌柜的一起去。好了，都别争了。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掌柜的，就按照我说的办。
记住，日上三竿的时候，如果我还没有回来，你们就带着秘方赶回右玉关。哎呀，走，找王兆新去。掌柜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傻木头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！你说，我们能逃过这一劫吗？不是逃，是闯。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再大的关口，我们都能闯过去。你们把药师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不过人死了，但把药方找到了。掌柜呢？还说呢。掌柜的放心不下，让我们先回来找你。他去哪儿了？一句话，不拿到龙百叶，绝不回来见你。什么龙百叶？是这副秘方的药引子。掌柜的说，只有去龙柏山才能得到。难什么？龙百叶是极其稀有的植物，即使是在龙柏山上，也非常少见。全部采光！是。把它全部采光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采！是，快！一根都不许留！全部采光！快！
去采，快！抓住那个女人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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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追！快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到那边去找！司马任，将军，几时了？辰时2刻。谷掌柜还没有消息。将军，将军，哎，报过来。什么事？城内民心浮动，谣言四起，老百姓都在传言。传言什么？说杨将军他快不行了，杨家军群龙无首，随时都要弃城逃跑。司马任，将军，你怎么起来了？给我备马。哎呦，杨将军！杨将军！杨将军！将军，快！3个时辰。可爱的小马驹儿，出来吧！你是逃不掉的。
宁远，给我出来！别在这躲躲藏藏！给我出来！我要杀了你！哎呀，马上就日上三竿了，掌柜的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都是我害了他。你还有脸说？我大牛！掌柜的要知道你打架，肯定饶不了你。可是掌柜的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大牛！对。站住！
站住！去死吧！给我出来！你说，我们能逃过这一劫吗？不是逃，是闯。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再大的关口都能闯过去。对，逃不是办法，跟他拼了！时辰到了，咱们必须走。走吧。把我放下，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回去？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吧。傻木头，你敢死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掌柜的。
来啊！别急啊，别急啊！每个人都有份儿。这样来的真是时候啊！老百姓都有救了。哎，往前来，往前来！别急，都有份儿啊！来，好险呐，时间刚刚好。胡掌柜，别着急，都有份儿。这是苍天不负大名啊！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全城的百姓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顾掌柜，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呐！来，给你。我还是不是妇人之仁呢？你是女中魁首，巾帼英雄。我来，来，我来盛吧。没想到，竟然功亏一篑。汉善义，汉杨家军，难呐！这次饶你们一死，他日定当卷土重来。